你好，欢迎每天听睡前故事，我是阿狸。今晚我们聊聊大明末代皇帝崇祯。历史车轮滚滚，小冰河期天灾连连，鼠疫横行，国库枯竭，换谁接手都是死局，大势不可逆。但个人的性格决定了悲剧的具体形式。他明明能退守南京，却因为死要面子，为了那可怜的完美圣君人设，生生把自己吊死在眉山。故事要从大明覆灭的那个清晨说起。那是1644年的春天，北京城天色灰暗，城外杀声震天。李自成的军队攻破了内城，崇祯站在景山前殿，疯狂撞击景阳钟，钟声沉闷悲凉，回荡在金色的琉璃瓦上。往日这钟声一响，百官必须整齐列队，在皇极殿前听候差遣，但他死死盯着广场，等了很久，那里空无一人。17年前他登基那天，满朝文武跪在脚下，山呼万岁。如今大难临头，巍峨的皇宫里只剩下一个老太监王承恩陪着他。他停下撞钟的手，明白一切全完了。他没哭，只是咬破手指，用鲜血在蓝色袍服上写下遗书。他说自己不是亡国之君，说百官都是亡国之臣。他让贼军随便撕裂自己的尸体，但求别伤害一个百姓。写到最后，他咬牙切齿地添上一句：文臣人人可杀。这是极度荒诞的谢幕，而这一切的种子早在他的童年就已埋下。做信王的时候，他的世界全是恐惧，巍峨的紫禁城不是家，是随时会吃人的怪兽。5岁那年，母亲只犯了点小错，就被父亲活活打死，尸体草草掩埋，连块墓碑都没有。年幼的他无依无靠，只能在各个妃嫔宫里寄人篱下。他学会了看人脸色，学会了咽下所有委屈。后来哥哥当了皇帝，就是沉迷木工的明熹宗。宫廷里常年飘着木屑香，朝堂上却满是血腥味儿。大权落在太监魏忠贤手里，9000岁的名号响彻朝野。文武百官争着认贼作父，东厂密探遍布京城，说错一句话，第二天就会家破人亡。在那种环境里，10几岁的他活得像个影子。他不交友，不议政，每天只待在王府看书，偶尔进宫遇到魏忠贤，堂堂亲王也会侧身低头，谦卑的像个奴才。他知道稍微露点锋芒，等来的就是毒酒或白绫。但他没能隐身到底，哥哥病危了，因为没有子嗣，皇位砸中了他。太监敲开王府大门时，他感受不到狂喜，只有彻骨的寒冷。他以为这是魏忠贤的陷阱，他步履沉重地走进紫禁城，听完哥哥的临终嘱托，17岁的他成了大明的新主人，但宫里全是魏忠贤的眼线。这是个密不透风的铁笼。入宫第一晚，御膳房送来山珍海味，他一口没动。他让人撤走饭菜，等四周无人，才从袖子里摸出偷偷带进宫的干硬麦饼，就着凉水咽下。那一夜他没敢脱衣，剑就藏在被子下。他瞪着眼睛看着烛火，听着风声，再累也不敢合眼，生怕睡着了被太监捂死。这怀揣麦饼的恐惧少年，就这样迎来了他的王朝。按理说，这么文弱惊恐的新皇会被太监当成傀儡，但他却展现出恐怖的政治手腕。前3个月，他装得极度乖巧，对魏忠贤百依百顺。魏忠贤试探着辞职，他死活不让，甚至表现得像个没主意的孩子。老太监放松了警惕，以为这也是个废物，但他只是在等文官们看出风向。几个月后，有人上书弹劾魏忠贤，他立刻抓住机会，不大张旗鼓抓人，只是冷静地让人在大殿上念奏折。魏忠贤这才发现，龙椅上的少年不是绵羊，而是露出獠牙的孤狼。他没急着杀人，只让魏忠贤去守皇陵，这叫心理折磨。老太监带着卫兵离京，走到半路，皇帝的追杀令到了。魏忠贤明白大势已去，在客栈的房梁上悬梁自尽，没用一兵一卒，3个月就除掉大明最大的毒瘤。他完成了绝妙的逆袭，消息传开，天下欢腾。他坐在金銮殿上，以为只要够拼命，大明这艘破船就能继续远航。他真的拼了命，成了大明最苦行的皇帝。他禁绝了宫里的丝竹音乐，遣散了多数宫女太监。他不近女色，夜晚全在批阅奏折，凌晨百官还在熟睡。他已坐在书案前，每天工作16个小时，睡眠不到4小时，眼底全是血丝，脸色写满沧桑。不仅压榨时间，他还苛待自己。上朝时，官员竟看到他龙袍袖口有补丁，皇帝舍不得做新衣服，让皇后亲手缝补。为了省钱充军饷，他把宫里历代传下来的精美金银器皿全扔进火炉，化成粗糙的银锭送往前线。一个拥有天下财富的年轻人，活得像个难民。
他做到了极致的自律，把完美圣君的标签死死贴在身上，但这成了最致命的毒药。他严于律己，就要求百官全是道德完人。他的勤奋背后是极度的不信任，童年的恐惧演变成病态的控制欲。他不信内阁，不信兵部，不信前线将军。他总觉得别人要骗他钱，要卖他的国，奏折要亲批，账目要亲算，连前线几百人的调动，他都要看着地图遥控。稍有不顺，或者大臣说了句推脱的话，他的神经就会崩断。他罢官下狱，甚至直接杀头在位17年，内阁成了绞肉机，换了50个宰相，平均每人只干4个月。兵部尚书换了14个，前线督师被他弄死11个。这种恐怖统治下，官场逻辑变了，谁也不敢说话，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，大家集体摆烂，前线打仗互相推诿，国库没钱，集体装穷。每个人都在演戏，写着华丽空洞的誓言，遇到事却鸦雀无声。他觉得天下人都在骗他，百官觉得这朝廷不值得卖命，这种信任崩塌。在崇祯3年达到顶峰，那年冬天，皇太极率10万清军绕道，直接打到北京城下，200年来头一回，他在城墙上都能看见敌营炊烟，恐慌蔓延。他满心狂怒，就在1年前，他还信誓旦旦听袁崇焕说5年平辽，他掏空家底支持，现在敌人却在家门口了。袁崇焕带兵狂奔回京救援，将士疲惫，想进城休整，他却疑心大起，关着城门不让进。清军用了个粗劣的反间计，假装跟袁崇焕串通，故意让太监听到并逃回城。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，但他信了，因为这就印证了他的猜忌。危机刚缓，他叫来袁崇焕，二话不说剥去官服，打入诏狱。几个月后判了凌迟，割了3000多刀，那个最卖命的将领被百姓生吞活剥。从那刻起，大明朝廷的心死了，百官暗暗发誓，绝不再主动担责。到了崇祯15年，他已经30出头，头发花白，大明内忧外患，国库空虚，他终于清醒了一回，想秘密和谈，稳住清军，专心打李自成。和谈是被骂名的，他绝不背。于是秘密让兵部尚书陈新甲去办，陈新甲接了烫手山芋，本来快谈成了，结果他的家童不识字，把绝密文件当普通底报传了出去，朝堂炸了锅。文官们站在道德高地大骂卖国，他慌了，完美人设要他猛拍桌子，死不承认，把一切全推给陈新甲，直接将其打入死牢。陈新甲喊冤，拿出皇帝密语，反而激怒了他。皇帝怎么能有错？陈新甲被斩首，这颗人头彻底斩断了大明生路，从此谁也不敢提现实的战略，只敢唱高调。时间滑到1644年初春，李自成逼近北京，有个叫李明瑞的大臣私下劝他南迁南京，留得青山在。他心动了，那是唯一的生路，但他不点头。他不想被逃跑的骂名，他等着大臣们在朝堂上跪求他走，他在假装推辞，最后勉为其难的南下，这样面子里子都有了。于是开始了致命的拉扯。他在朝上疯狂暗示，问内阁首辅魏藻德江南景色如何，魏藻德低头装死。大臣们太懂他了，今天提了逃跑，明天局势一稳，就会被他拿去顶罪砍头。大家全变了哑巴，皇帝等台阶，臣子等圣旨，空气冷透了，僵持了1个多月。探子回报，南下的路被切断了。他死要面子的结果是彻底插翅难飞，更惨的是国库空了，账上不到40万两，守城士兵几个月没发饷，饿得站不住。他放下脸面，求百官捐款助饷。这下好，装穷大赛开始了。首辅魏藻德带头捐500两，大家一看，赶紧跟着捐几十两。官员们把破锅烂碗扔在街上卖。在豪宅外挂出售牌，老婆拿旧首饰去摆摊儿。上朝时，个个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面有菜色，比难民还惨。他知道这些人家里有成箱的银子，但他不敢抄家。他去求亲丈人周奎，让捐10万两。周奎直接哭晕，软磨硬泡才答应捐1万。周皇后深明大义，偷偷当了首饰，给父亲送去5000两。让他凑1万给皇帝长脸，结果这国丈连亲生女儿的救国钱都要贪，克扣下2000两藏进地窖，拿着剩下的3000两和自己的2000两交差。国家要亡了，丈人还在赚差价，百官们痛哭流涕，演着倾家荡产的戏码。这场荒诞的众筹只凑了几10万两，这点钱怎么挡得住大军？
3月18日傍晚，城破了。他召见皇后，说你是国母，该殉国。皇后看了他一眼，回宫自尽。他提着剑，满身血污，走到女儿长平公主宫里。小姑娘才15岁，吓得直哭。她多想抱抱女儿，但她不能。城破后，公主会被怎么糟蹋？她不敢想。她一边流泪，一边举剑，绝望地喊出那句：“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？”剑光落下，砍断了女儿的左臂。她转身离去，走入无尽黑夜。那些哭穷的官员呢？李自成没客气，直接上夹棍上烙铁。从这些人家里搜出了整整7000万两白银，7000万两啊，是国库的快200倍。一个拥有7000万两巨款的官僚集团，看着皇帝拿40万两去送死，这才是大明覆灭的真相。死于彻底破产的信任，他想做人君，最后却成了杀妻女的刽子手。他恨贪官，却被贪官推下深渊。3月19日清晨，通往眉山的路，他走得很慢。他只穿着破旧的蓝色道袍，披头散发，一只脚光着，踩在冰冷泥土里。只有老太监王承恩陪着。他在衣襟上写完绝笔，在歪脖老槐树上挂起白绫，把自己挂了上去。大明王朝画上句号，后人看这段历史只剩叹息。他太想当个好皇帝了。起早贪黑，除恶扬善，他有那么多机会活下去，可以退守南京，可以和谈清军，但他放不下完美圣君的包袱，舍不得天朝上国的面子，他想救国，却不信任何人。他极度自尊，又极度自卑，杀尽了能做事的人。与其说是贼军逼死了他，不如说是他自己用面子和人设勒死了自己。这棵老树下的悲剧已落幕，天灾体质都有责任，但他本可以用更务实的办法，却偏偏被性格困住，走上绝路。其实这世上最重的枷锁，是我们给自己立的人设。我们有时候就像他，为了别人眼里的完美，为了面子不肯承认软弱，不肯求助别人，最后在心里给自己建起一座孤立无援的煤山，承认做不到不丢人，放下完美才能喘口气。那个朝代的风沙早远去了，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。关掉这个世界纷扰的喧嚣，放下你白天扛在肩上的沉重包袱。今晚愿你在故事的余音中卸下防备，做个轻松的好梦。晚安。